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过去美苏在做这个军事的竞赛里面，他们彼此当然有针对包含核扩散、包含很多的军事发展的一个限制啊。当然，即便到现在的俄罗斯，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在这次谈论里面据称也有希望中国加入这有关军备相关大家互相的一些限制啊。中国当然说，比起你们两个大国，我们是小巫见大巫，某种程度当然是这个给了一个软钉子就是说觉得不需要，我们也不想这么来做。那显然中国的企图非常的明显。这部分当然就是说，如果这样的发展下去，有可能未来的冲突无可避免。这冲突当然甚至有可能是这个不能避免的，有可能发生一些战端哦。那这部分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角度，阿姨您认为如何呢？中国是它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跟威斯塔法利亚体系本身就是不能相容的。中国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恢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以大清帝国为最后帝国的中亚诸帝国。这个帝国在过去的长期几千年文明史当中，是自外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因此，它可以自称为是中央王国和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权。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我们只是要取回自己原有的国力所包含意思。这个意义必然要摧毁整个国际体系，因为整个国际体系都是建立在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帝国瓦解为民族国家，然后欧洲帝国瓦解为民族国家的浪潮又普及到全世界，把奥斯曼帝国和东方的各帝国也都瓦解了，才建立起了今天凡尔赛条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在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当中，重建帝国是必然会引起战争的。但是这却是中国存在的根本目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唯一依据。中国共产党它的起始是共产主义在中国，中国不重要，共产主义是全世界的，只是碰巧在中国有个支部。但最终随着国际共运的失败，最终变成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它的理据就是，除了共产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能够恢复和维持中国。大清国被中华民国取代以后，中华民国在北洋政府的手里面已经有目共睹的走向四分五裂，他再也维持不住一个中央政府。袁世凯到段祺瑞到吴佩孚，中央政府越来越弱，最终在张作霖的手里面，变得完全无法维持。各省军阀自己结成7省联盟、9省联盟之类的，像中美联合省和危地马拉这一些小国。如果没有共产国际进一步干涉的话，中国必然会完全成为中美洲和奥斯曼帝国留下的中东各小国这种局面。而国民党建立了一个不彻底的列宁主义专政，又很快的把满洲国丢掉了。只有铁一样的列宁主义专政才能够恢复大清国的版图，进而所谓百年国耻看延安，就是从延安产生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够恢复大清国的版图，以及历代中华帝国的历史荣光。这个理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垮台以后，仍然能够在中国能够在大清国的遗产当中存在，因为没有人能够提出在中国共产党解体以后还有任何维持大清国遗产的机会。而中国如果解体成为奥斯曼帝国以后的巴尔干各国和叙利亚、埃及这样近东各国，那他显然永远也不会恢复汉唐荣光的。谁也不能指望凯末尔的土耳其或者埃及、叙利亚或者罗马尼亚或者保加利亚能够恢复奥斯曼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荣光。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中国作为帝国存在是二而一，而两者都跟国际体系本身不能相容。所以维持中国的存在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内在的蕴含了战争。只是由于中国自身实力的虚弱，所以才没有把这点兑现出来。等到中国的实力逐步充实的时候，战争终于会来临的。从中国自身角度来讲，放弃自己存在的理由，就等于是把自己送上了前苏联曾经走上这条解体之路，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而习近平在党内上台本身就是为了避免这条道路，因此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赌下去，要么国际社会做出让步，
要么这个让步就实际上就意味着解散不仅是后冷战世界国际体系，而是从威斯法利亚以来根深蒂固整个国际体系，所以它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仅是美国不可能做到，即使现有的国际体系的最强国是苏联或者是俄罗斯或者印度的话，这种事情也是不可能做到，冲突终归是无法避免的。第二就是双方的最终实力较量，实力较量以后。谁的体系具有最终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最终都会通过战争和审裁做出答复。这样，执行这条路线的当局自身的政治地位才能够稳固。就像是吴佩孚和袁世凯在北京城坐稳江山，蒋介石在重庆却能够坐稳江山是一个道理。蒋介石到了重庆，尽管他丢掉了更多的国土，但他证明了他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合法领导人。李宗仁、汪精卫和阎锡山绝对不能跟他竞争的。以前的袁世凯、吴佩孚也就再也不能跟他们竞争了。所以，习近平即使把中国全部打烂了，退到秦岭山洞去，他也必须把这条路线坚持到底。这条路线是他本人巩固政治地位，也是中华民族维持其政治生存的唯一途径。这条道路的必然失败，根本上就是因为民主国家的世界容不下一个奥斯曼帝国，正像欧洲不可能再容纳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一样。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他任何政治力量，坚持恢复大清国的版图和帝国的历史荣光，都不可避免要造成战争。就像希特勒要建立第三帝国，恢复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荣光，必然要破坏欧洲国际体系以及战争一样。能够修改的只是细节。从习近平自己的角度来讲，他也只是把他上台以前就已经委托给他的历史任务付诸实施而已。在这个付诸实施的过程中间，他自然而然的要肃清妨碍他集中资源执行政策的若干反折。在这个过程当中，内外政策必须协调配合，他也必须向全党全民证明他推行这条政策的合理性，以及你们所做出的牺牲归根结底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当然要进行相应的操作，内外并举相应操作。一方面确定自己在党内的第三代历史地位，第三个历史地位；一方面对外宣示他自己承担的不仅是对党承担的使命，而是对中国作为一个帝国承担的一个历史帝国和负有历史使命的古老文明所承担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他早在拜登上台前就对川普曾经说过多次。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听到这些话肯定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因为他并不是在跟中国讨论到底是埃及文明古老还是中国文明古老，但这一点对习近平却是极为重要的，是他自身存在和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根本所在。